1986年，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，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它是390年前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写给明朝万历皇帝的一封信。英国和明朝这两个国家相隔整座欧亚大陆，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将近400年前，他们的最高国家元首之间还有来往。那么，英女王在信中到底写了什么呢？这封信又是为什么最终没能送到万历皇帝手中？伊丽莎白一世是英国著名的童贞女王，或许由于父母的婚姻结局太过惨烈，女王一生没有婚嫁，声称她是嫁给了国家。不过，比起女王的家庭琐事，英国人更关注的是她的政绩。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被视为雄才大略、承前启后的一代君主。在她当政之前，英国先是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，王室内斗不断，而在她执政的45年里，这个不起眼的落后农业岛国却发展成为具有海上霸权的欧洲强国。她推崇重商主义的理论，鼓动英国人到海外拓展，甚至因此赦免了许多海盗，开启了英国的殖民地贸易。她还敢和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帝国叫板，一举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。此外，她还是莎士比亚的粉丝，像今天的追星女孩一样追捧莎士比亚的作品。英国大文豪查尔斯·狄更斯对伊丽莎白褒贬同词，认为她身上既有年轻女孩子的一切毛病，也有聪明女人的骄傲，运筹帷幄。毫无疑问，这种大奸大雄的君王对国家的影响总是深远的。英国的中世纪和中国有点相像，社会重农轻商，尤其反对不劳而获。直到15世纪，英国人口总共不到500万，伦敦也才聚集了几万人，全国都实行贵族庄园主那种自给自足的经济，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区别不大。而女王以她独到的眼光，颁布一系列政策，建立了后来金融业的雏形。直到今天，金融已成为伦敦的支柱产业。女王做的另一件大事，是在1600年最后的一天，给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。西方的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最多曾有13家，第一家获得王室特许的就诞生在英格兰。这家公司一闻去世很多，手中欠下的血债也很多，论及对近现代全球经济的影响，没有任何其他一家公司可以比肩。为什么说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皇家文章是一件大事？首先，因为到东方去做买卖实在是一场豪赌。人所共知，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很会做亚洲人的买卖，但是英国人去东方能买卖什么呢？再次，英国人剑指东方，跨越大西洋进入印度洋，肯定会遇到原先老牌的殖民霸主荷兰人与葡萄牙人的挑战，前途未卜。简而言之，东印度公司就拿这样一个疑问重重、风险极大的方案，企图得到枢密院和女王的点头，贴上皇家特许的标签。面对一群冒险家加金融家期待的目光，女王没有犹豫，她以自己的信心为一个民族开拓东方市场的雄心背书。就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的16世纪，大明王朝出现了一位我们熟悉的皇帝，明神宗朱翊钧，在位时称万历皇帝。万历皇帝在位48年，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基本上是同代人，甚至他们面临的处境也很相似。当时英国的内阁和上院贵族也一直在威逼利诱女王赶紧结婚生孩子，给国家诞生一位王储。然而女王顶住压力，用过硬的政治手腕折服了所有人。而此时的万历皇帝年方20几岁，血气方刚，起码也应当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叱咤内外，威震四方吧。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万历也确实打得鸡飞狗跳，不过他的对手却是大明的文官集团。这场争斗最直接的起因是万历不想立他的长子为太子，而想立心爱宠妃郑贵妃的孩子为太子。但是坚持祖宗章法不能变的官僚们坚决不给皇帝这点面子，一定要把嫡长子继承制贯彻落实死了。看起来就是这么一件小事，然而双方一僵持就是几十年。可怜的万历皇帝端坐深宫，明白自己只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摆设，他改变不了大内，改变不了国家，甚至无法选择立哪一个儿子为继承人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宫中消极怠工。于是万历皇帝干脆撒手不干人事，
从此君主离线，代政了整整30年。既然万历不管国事，那他每天都干什么呢？无聊的时候，万历皇帝会在宫中和太监们一起以制银为戏，他会在地上画一个圈，让太监们用银液向圈里投，谁投中了就能得到皇帝的一个银锭赏钱。皇帝从未有过好奇心，问一问这些白银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也不想分心烦神，了解帝国越闹越大的银荒是怎么回事。虽然内部一团糟心的乱子，不过在外界眼中，大明依旧是如日中天的强大帝国。正如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所说，大明神话般的财富令欧洲人痴狂。1596年，已经63岁的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忽然想到了，在隔着的大洋洲和大西洋的一端，还有一个富庶多金的明朝，于是提笔写了一封措辞谦恭的亲笔信。他称明朝的皇帝是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，起笔就抬得很高，跟现在的客户经理们讨好自己的 VIP 客户是一个道理。伊丽莎白一世这个把自己嫁给国家的女王，登位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治理国家上。在稳定了自己的王位，保持住英格兰的统一之后，她最看重的就是通过经商和殖民贸易来赚取财富。伊丽莎白一世的财富密码就是大力造船和发展航海，甚至不惜招揽海盗，通过建立的各种海外的贸易公司，把英国的呢绒等商品销往海外市场。其实产品外销只是顺带，它的目的就是殖民掠夺。你看他选择通商的国家就可见端倪。先是跟南非、西非国家建立商业往来，1585年和1588年成立的摩洛哥公司和几内亚公司就是披着商业的外衣实施抢掠。1571年的时候，海上实力还不怎么强的英国还得和西班牙眉来眼去，靠着西班牙给他打通的海上通道，没少向地中海地区扩张。后来英国海上实力强大之后，和西班牙的蜜月期结束，无情翻脸，直接打得西班牙跑路。一时间，英国成了海上霸主。有了海上自主权的英女王，开始眼馋中国的市场。在汉朝就以初具规模的海上丝绸之路，到了明朝时期，主要是出口丝绸和瓷器，只要运到西方，利润翻几倍。那时候，中国的贸易几乎被荷兰人、葡萄牙人垄断，英国看着他们赚钱眼馋，要想插手，得费一番心思。所以，伊丽莎白一世挥笔来了一封洋洋洒洒、语气谦恭的信件，渴望能够跟这个东方大国建立贸易关系。1596年，在明朝是万历24年，10岁坐上龙椅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才34岁，按理说正是年富力强的大好年华。伊丽莎白一世看到的是瓷器带来的巨额利润，可不知道这位长着东方大国之印的一国之君，因为跟大臣们为了接班人闹矛盾怄气，撂挑子已经撂了10年了。但是神奇的是，明朝即使朝廷中枢都罢工停摆了，大明依然打了3个大胜仗，平定蒙古人叛变和苗疆土司叛变，还远征朝鲜，热心援助朝鲜王国抵抗日本入侵，打败了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。这些胜仗巩固了明朝疆土，自然也增加了明朝挺腰板的底气。至于皇帝家里的那点事，就不太那么重要了。这也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低声下气给万历皇帝写信的原因。负责给英女王送信的使者名叫约翰·纽伯莱，打的旗号是到明朝各地旅行。那时候英国的商船要想到中国，还得沿非洲西海岸南下，过好望角，再穿印度洋。不幸的是，约翰的船遭遇了海上风暴，一船人和伊丽莎白一世的那封亲笔信一起沉入大西洋底。万历皇帝到死都不知道，他还有一封没有收到的信。伊丽莎白一世心心念念的通商也没有实现，随着一起被浇灭的还有他的雄心。不过英国和明朝注定要有一场交集。伊丽莎白一世去世40年后，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直接授意商船和军舰一起开到澳门，用炮火和中国打招呼。那时距离明朝灭亡还有7年。之后就是历史把交接棒传给了清朝，中国在英国抢掠之下的屈辱历史开始。时光兜兜转转，到了1978年，伊丽莎白一世的亲笔信居然又被打捞了上来。他跟万历皇帝跟中国的这段渊源才被世人知晓。当考古队员们打开尘封的传承，不禁发出感慨，
惊讶于那时人们的防水技术，经过了300多年的水浸沙埋，这封信居然还能保留下来，被放到了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。后来1986年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，带去的礼物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在390年前写的这封亲笔信。有句话叫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。伊丽莎白一世的愿望被她的同名后代伊丽莎白二世接力完成。伊丽莎白二世说，这封信到达的是一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度，她还未能亲自当信使而感到自豪。这份国礼的确很有含金量。不过，就算伊丽莎白一世的亲笔信，如果最后能如愿到了万历的手中，以明朝日渐走下坡路的趋势来看，日益强盛的英格兰遇上日薄西山的明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还真未可知。